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 channel。今天来给大家做的这期视频主题有点特殊，因为从明天开始我们就正式进入了 study days， 因为马上就要考 final 了，所以就希望在我神志还算清醒，没有被大量的记忆压垮的时候，来给大家先来做一下这一期的视频，因为我自己认为我自己还算是 organize 比较好的一个人，至少吧，就最近2年，我也没有错过什么重大的 deadline。我基本上所有的作业我都知道它要 due 的时间，然后都会提前准备。所以呢，今天来做这期视频的主题内容呢，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平时在学习当中会用到的一些 APP 呀，然后还有一些小工具啊，希望对大家的整理也有帮助。所以如果你对这期视频内容还感兴趣的话，那就接下去往下看吧。首先要介绍的第一样东西，它并不是一个 APP， 它是我真的是很爱用的一个东西，它就是这个 Monthly Planner。 这个其实是我在中国的时候就买了，然后买完之后来带到美国来用的。我觉得它特别好的一点呢，就是说它一开始会先有这样子的一个页面，然后呢，这个页面里面的话，你可以自由的填写数字、填写日期，所以说它就没有一个非常局限性的时间吧。这本本子买过来的话，你买了，你不一定要今年用，你也可以明年用，你也可以后年用。我这本本子的话，我一般都是用来记一些 deadline。会比较多一些，就当 syllabus 发下来的时候，它 syllabus 上面会写每样东西它的 deadline 是什么，我就会把它先记到这本本子上，然后到时候就算我没有 syllabus， 我看这本本子，我还是能知道我大概什么时候要 due 一个东西。它后面有一些就是这样子横的这样，这咋说，就是有各种这样子的一个页面，然后你就可以随便记什么东西在上面，这个也是我很喜欢它的一点哦。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特别喜欢用这种 planner 的话，是因为就你看，这是我4月记的所有的事情，现在已经过了4月了，但是我翻回去再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非常的开心，自己完成了好多事情。当然，我这个只是当时在淘宝上随手买的。我这次暑假回去应该会再买一个更加漂亮一点的 planner，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比较的普通。然后呢，来给大家讲的第二样东西的话，它就是一个 APP。这个 APP 的话，我个人也是非常推荐，它是这个奇妙清单。那我平时我用这个 APP 来干嘛呢？一般来说，我只是记下周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周4上完了1节课，我就会把下周2这个课，它要教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东西记在这个 APP 里面。如果说这个 Monthly Planner， 我是会把 syllabus 上所有的东西都记在上面的话，那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像是一个每周的一个记录吧。它里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快要到 final 了，所以我下周其实就是一些考试，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这里面有点少，但是平时基本上里面都是满满当当的。个人觉得它非常好的一点呢，就是说它下面小字会提示这是周几要交，这是明天要交啊什么的。然后一般来说，我看到明天这2个字的话，我就会知道我今天必须要把它做完，我不睡我也要把它给做完。所以就是它就是非常好的可以督促我按时的完成需要交的一些作业。你一旦做完这些东西的话，它前面有个 check box， 然后你就可以手动的戳一下，然后呢，它就可以帮你 check 掉这个东西，它就不会在你的界面上显示出来了。而且它另外一点跟这个不一样的是，这个只有我自己打开我才知道什么时候要交。它这个呢，今天要交东西，我早晨9点就设置了提醒，所以我一打开电脑，它就会蹦出来说我今天要交这个东西。就是我如果还没有交完，我没有做完的话，我就真的必须得马上抓紧去做这个东西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它就是这个真的，我用了很久了这个 APP， 我觉得它真的好好用，非常推荐，不论是手机还是电脑，大家哪个方便就下哪。第3个要推荐的东西呢，应该也是最后一个要推荐的，我也没有那么多可以 organize 的东西，前面2个基本上我觉得已经挺够的了，但是这一个东西的话，我也是
以前从来没有觉得它很好用，因为它就在我们的手机里，它是自带的。但是最近吧，也没有最近，就近1年吧，就觉得这个东西它特别的好用。这是什么那么神奇的 APP 呢？它就是这个备忘录。那我用它一般是来干嘛呢？因为有时候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不太好，就打个比方说，可能老师上课的时候说了一个点，我下课的时候可能就忘了，然后可能我前5分钟的时候我还记得我我明天我要记在哪个地方，要记一个什么东西，我可能过了1分钟我就忘了，就是我可能有些时候就记忆力不太好，也只有鱼的记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发现备忘录这个东西它就特别的好用。一般来说我就是快速的，我想到什么就往上面记什么，它不需要我有多 organize。就比如说我昨天晚上思考了一下我今天要干嘛，非常的短，然后我一般就是记上来，然后今天就知道我今天要做这些事情，也算是我的一个每天的一个小目标吧，也算是可以及时提醒我，让我不要很快把这些事情给遗忘。我这个其实最大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就是我有时候我现在在美国，但是很多时候会很馋中国的食物，那我就想我暑假回去要吃这些，但是呢，就是我只是这么想。如果我不记在哪个地方上面的话，我可能就是会忘掉说我这次暑假回去要干嘛，然后暑假回去之后也不记得了。那吃很重要呀，南半回一次国当然要吃好的呀，然后所以我就经常会记一些吃的东西在上面。应该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 list， 这个就是我就是有时间就会往上填写的一个表，就上面记了好多我要回国去吃的餐厅啊，想吃的东西啊，然后回国的时候看这张单子我就特别的满足了。然后我就是觉得这些东西记在备忘录上又能防止你忘，然后它又不一定要多严肃多正经，它也可以是这些比较好玩的，然后你只是为了防止你记忆丢失。所以呢，我就个人是觉得这3个东西呢对我来说就是给我规划带来了挺大的一些帮助吧，所以我还是非常推荐这2个 APP 加上一个 planner 给你们的。这个以上就是我的一个非常非专业性的，只是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来给大家做的这一个规划类的一个学习规划类的一个分享。所以在这个视频的之后呢，大家就会看到我 Final Week 的一些状态，就 Final Week 如何备考啊，如何好好复习，天天向上啊，这些日常生活非常琐碎的一个片段。所以如果你想看我的 Final Week 到底是怎么样的话，大家就继续往后看吧。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周一，我现在出门要去考我的第一个 Final 去了。我的第一个 Final 是我神学的一个口试，考完试了之后，今天下午有一个下周一考试的 Review Session， 所以我还要再去一趟那个 Review Session。Going up。我刚刚结束了 review session 之后，然后去拿了几个快递，这些快递就比较无聊，来自到时候晚上来一下 final week 的一个开箱。现在要继续去图书馆学习。接下来是一个特别无聊的 Final Week 开箱视频。首先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的天吧。哇，大家能想象这是下午几点？下午6点半，就晚上6点半的天吗？好，来给大家进行一个非常无聊的开箱。这堆东西不是我的，是我妈让我带回国的。然后这个东西吧，这个东西它是 Deep Sleep Pillow Spray， 然后它的作用就是你在睡前往枕头上喷一下这个，它会散发出一股特别淡的薰衣草的那种香味，我妈特别喜欢。然后据说这个是会有助于睡眠。我这边有一瓶，它打开是，我很喜欢它包装，它打开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妈就说这次让我买这个回去，然后买了可以让她送人。好，这个项就结束了。现在接下来是我在 Sephora 之前打折的时候买的一堆东西。对焦 Fresh 的 Black Tea 面膜，据说就是很适合夏天，没有用过，放在一边。这个是我一直非常想买的 Pat 的这个口红，我已经想买它大半年了，也没有用过，第一次买，放一边。这个是一个眼线笔，这两样东西是买来周四，是周四吗？对，是买来周四早九化妆最后的 final project 用的，到时候再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大家好，我现在要继续去图书馆学习去了。今天天气超级的好，我就穿了一个hoodie就出门了，然后现在也完全不冷，就非常舒服。今天的天气，我希望在我走之前都请保持这样的天气好吗？我要先把明天的考试的那个再给过一遍。其实我昨天背了一点，但是我估计今天已经不太记得了。然后呢，明天我早就考完，我还有一个12点半的 project， 所以今天任务还是很繁重的。我今天是早九考试，所以我现在在这儿一边啃着长得像菠萝包的面包，然后一边在背东西。Life is so hard。我考前的习惯就是我不背书，但是我要把这些 keyword 全都念一遍，因为背的话要是背不出来，就心态就崩了。我刚刚结束我的一个 presentation， 然后呢，我明天再早九考一门 makeup design， 然后下周一再考一门，我就结束我的 final 了，然后就可以回家了。然后呢，我现在要在 CVS 来买一下明天要用的一个工具，因为明天是 makeup design 的一个 final project， 所以我要来买一下假睫毛。这里的假眼睫毛好贵啊，一个要4刀5刀，买一个吧。Hello， 大家好。这边阳光大的有点刺眼，然后我现在又要去考试，今天又是早九考试啊！我今天早九居然是去考化妆课的 final project， 就人家考试包里都是一堆书啊什么的，我包里是我到现在以来的全套化妆品。哦。vlog 里出现了奇怪的人，大家纷纷喊道见鬼。我其实今天早晨这个 project 做完，我的 final 就只剩下下周一的一个了，所以大部分的都已经结束了，就很开心。所以说我现在要去 SSN 的那边搞一下我的一个暑期的 SSN， 不是我的 SSN， 因为我暑期要在学校工作嘛。然后现在终于有时间可以去搞一下，但是居然从我们学校这边打车去那边，就 TD Garden 那边，居然要15刀，我实在是太难受了，就15刀就这么没了。我刚刚终于来办好了 Social Security Number， 所以终于有这个 number 啦。我现在已经回到宿舍了，我现在在奋战，在做我的一个，今天晚上9点钟 due 的一个作业的一个 PPT。然后呢，这个 PPT due 完之后，我直到下周一才会有考试。
所以剩下来几天应该就是整理整理箱子，然后复习一下周一那个我已经快要放弃的那个考试。所以就应该不会录 vlog 了吧。所以本期的 vlog 就到这里就结束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期的内容。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的话，就给我点个赞吧，顺便宝贝们关注我一下吧。所以呢就是这个样子。那下次再拍的时候，我应该就要回到上海了。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大家拜拜。